离婚有半年了。当初离婚是谁提出来的？是我提出来的，因为他老是在那个外面找第三者嘛。这个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大概是5年前。为什么这次下定离婚的呢？年前吧，这次他不是深更半夜老是打一个电话嘛，我后来顺着这个号码打过去嘛，一接就是一个女的。我就跟他说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他已经有老婆有孩子，你赶快离开他嘛。你是这样说的吗？因为他跟我说，他说你讲了很多很不中听的话。那你信他还是信我嘞？我是信你啊，但是我和你一起无风不起浪。我和你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是那么爱搬弄是非的一个人吗？好，跟对方说完之后，怎么就闹离婚了呢？那是因为我嘛心里烦躁，再加上他有时候也念叨。我就出去喝酒，可能也没把握这个度了，就喝醉了。那天他已经喝得很醉了，我正好下楼去锻炼身体嘛，我就碰了他，我说你今天怎么又喝了那么多酒啊？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一阵酒疯似的都全部发泄出来了。后来那个小区那个时候正好是搞锻炼的时候吧，好多人都跑到这来看热闹，弄得很狼狈。明白了。前夫喝酒喝多之后，把家庭内你认为的那些丑事当着邻居都说了出来，所以你觉得非离不可，是吧？那也不是，这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他前面还有好多次那个出轨的迹象嘛。他前面好多次都有出轨的迹象，对，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拿第一次来说嘛，我听我一个朋友说，大姐，好像你老公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我就叫这个朋友请他帮忙嘛。把这个女人约出来，我们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呢。我想试着跟她去交往，我想以我的方式去打动她、感动她，使她自动退出嘛。随着约她次数多啊，她认为我这个人也不错，也心也比较善良，什么知心话也跟我说。她说她在这边也认识了一个有妇之夫。那因为我跟她这是在工作上有交集嘛。那不能够算第三者吧？我跟他又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怎么没有实质上的？就是我不是有一次悄悄的跟踪他，看到他往那个舞厅方向跑嘛，我就躲在那个舞厅一个角落里面，看到他跟那个女的，一起搂搂抱抱，很亲热，而且那个脸都贴到一块去了。那不是这样的，那公共场所跳个舞不搂搂抱抱怎么跳舞啊？再一个，我也说明一下，那一天确实他是有什么。有点事情要跟我谈，他有不开心的事情。跳舞还要搂搂抱抱，还要把那脸都贴上去是吗？工作不开心，你看你照顾他一下，我是不反对，但是你不至于这么亲热嘛。你照顾一下，你还不反对？照顾一下他，开导他，作为朋友，那还是没关系的。这个事后来怎么收的场？后来他的孩子不是生病了吗？生病了，我就到医院帮他没日没夜的照看了3天。3天之后，他就为了感谢我，请我吃饭。正好吃饭的时候呢，我老公就打了一个电话嘛，他就看了那个上面有他的名字，他问这个男的是谁，我说是我老公，他当时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好，这是第一次发现，后面还有吗？还有好多次。第2次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我在逛商场，无意中看到他一个女的在那边挑首饰，看到了之后呢，我也没怎么惊动他，我就跑到他们公司去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说确实有这么一个新分了的一个大学生在这实习。我也想以前一种方式去感化这个女孩。又去感化？那没办法，我为了保卫我的家庭呢，保卫我的爱情。那没办法，你这还有爱情吗？其实我也不愿意是这么做的，我为了孩子嘛，我就约他出来，我说我们家要请个家教，这么的。后来他也出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小妹妹，我跟你挺投缘的，看你第一眼还是很舒服。后来随着那个约的次数比较多了，带他逛逛商场啊，购物啊。他喜欢看上的包，我就在能力范围之内帮他买。他不是那个小女孩爱漂亮吗？就带她到那个发廊里面做头发，帮她办了一张卡。后
后来我不是跟那个女孩接触多了的，有一次请她到家里来玩嘛，其实我不是真心请她到家里来玩，请她来。你是让她看看？对对对，看看家里，看到那个墙壁上挂了一张全家福。他说这个人是谁？我说是我老公啊。他当时听了那头也没回的就赶紧走了。走了之后他就老是给我发那个威胁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女的发什么神经。他老是给我发那个威胁我的短信，叫我赶紧离婚。后来我老公回来了，我就把他看，他就说你不要理会他，他是个神经病。后来我就把他辞掉了嘛。那辞掉了之后呢，他就跟变本加厉嘛。有一次他就直接拿了那个刀到我小卖店里来闹事，连那个警察都已经出动了，他就闹着要跟我同归于尽。最后还是警察出动，他才是人家神经病吗？他是有点神经病，我跟他又没什么，他也这么搞干什么？你跟他没什么，他要跟你当时的妻子大闹。是真的，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是神经病这个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跟一个神经病，那你自己都变成神经病了。你还说别人神经病？我是有点神经了。行，听明白了。搭人、搭钱，就为了保卫你这个所谓的婚姻呐？因为我们这段感情也是来之不易的吧，我们都是一起吃苦打拼过来的。你就为了保护这个，那你干嘛离呀？那一次确实太过分了嘛，那钱小出的人都知道了。哦，那次是最过分的一次。那你今天这个节目一播，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办呀？那没办法，已经闹到这步了。哦，好吧，为什么要跟他复婚呢？因为第一个嘛，我觉得我们小孩呢，因为我们的原因成绩下滑了，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家里嘛，一直反对我离婚了，因为我老婆呢，她在我家里对我父母都挺好的。哦，我父母都认可她。听明白了。其实我看这个婚大可不必复，因为一，复婚的理由是孩子成绩下滑；二，复婚的理由是我的父母喜欢他，你并不想跟他复婚，对吧？不是，我也想，因为我做了这个生意嘛，现在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哦，生意不好，找他生意就好了。对，因为所以啊，您这基本属于来找保姆、找阿姨，外加找钱的呗。你到底出没出轨啊？这个怎么说呢？实质性的也确实是没有，但是如果说也没有一点想法呢，也不可能了。您今天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大姐？他硬要喊着我过来看一下。我也想通过这个栏目挽救我这一段婚姻吧。哎，老师们交给你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姐，你觉得你累不累啊？累，我已经很累了。你守着这个老公啊，你得不断的跟不同的敌人做斗争。今后，但凡他只要有点钱，生意好了，他可能还会这样。那会儿您怎么办？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我也不想跟他复婚。那你来这的目的是？我就告诉他，让他死了这份心，我不想跟他复婚了。而且让全国人民都了解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是报复吗？那不是我的报复，是他自己的报应嘛。对，我就是想这样，在全国人民观众的面前，我向他保证，我下次再不犯同样的错误了，希望他给我一次机会嘛。你保证得了吗？你拿什么让他相信你？你拿什么向全国人民保证呢？所以大姐，你们俩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孩子。孩子多大了？都高中了，有17、18岁了。孩子有没有说一定要撮合你们再重新在一起呢？孩子也没有说，看了他爸爸这个样，也不怎么搭理他。很好，是一个通情达理、明辨是非的好孩子。所以，目的达到了，我们没必要跟他在一起。刚才我看到本朋友说你们在一起从老家出来打工的时候，可吃了很多的苦，甚至于渴了只能在马路边上找别人喝剩下的饮料来解渴。那会儿，你是怎么想？
那会儿你对于你的前妻那种感情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有了钱就一定要变坏呢？就是因为外头那一点点的诱惑吗？你这样配做一个男人吗？你回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只有一种情况，有可能考虑他是否能够重新跟他组建家庭，就是他是否真心的悔改，是否能够坦荡的认错，是否能够是因为爱你，因为悔恨，希望恳求你回去。那会儿再考验考验你，至少现在绝不是答应他的时候，好吗？好的。好，谢谢谢谢曲老师。这是我最看不好的一对儿啊！我觉得有一句话，狗改不了吃屎。这个事情如果给我不会回头。孩子也大了，已经能够辨别是非了，不要拿孩子当那个一个理由，也不要想着你的父母需要他去照顾，我们没有责任去照顾，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了，我们没有作为女人，我们没有责任再去做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弟弟吧，你就经过这一段感情，这20多年的婚姻，自己也吃一堑长一智。如果是真的想回到他身边，那么就自己做出自己的这个用行动来做出承诺来，而不是说现在我去向你表白任何事情，我觉得这些没有意义的，真的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讨论意义在于说，为什么大姐在这将近20年的婚姻里面，不断的用讨好第三者的方式来试图挽回婚姻？那个时候没办法嘛，我也想没办法，什么叫没办法？您过程中没想过说算了，毕竟我跟他分手吧？毕竟我们还是有个孩子嘛，还是一起打拼过来的吃苦。您到底是留恋一起吃过的苦，是担心孩子的教育，还是说自己觉得这个男人还不错，也舍不得离开他，自己生活也困难？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多种原因都有。你当初想过放弃吗？想过放弃，但是一想到我们之前一起走过的那些路，一起。但是他不珍惜啊，路是2个人走过来的，人家不跟你一起走了呀。他不知道珍惜，我还是尽我的能力，尽量的去挽回。好，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现在想通了？因为他把那个小区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我就担心啊，你在这个舞台上自己也说，那我就不想挽回了，我就想让大家说清楚。回头你一回去一想，哎呀，夫妻一场，又容纳他，那就没意思了，你明白吧？明白。我想告诉这位先生，你知道你的妻子对于你来说，准确的说是你的前妻，这些年来对于你来说，她像什么吗？她像你的遮羞布。你们俩整个对话的过程和这几十年来的生活，就像一幕情景。你非要脱光了往外跑，你的妻子说穿上吧，咱还要脸。他给你穿上一次，你又要脱掉，你说我不，然后你的妻子又跟你说，人活在世上，树要皮，人要脸，咱穿上吧。给你穿上没多久，你又把它脱掉。你这会儿你低着头，你给谁看呢？体现出你内心很有忏悔吗？我时常，你别说话。湘潭是一个小地方，我在那儿生活过，一点点大的事儿马上传得人尽皆知。一句家丑不可外扬，纵容了多少邪恶，太虚伪的要面子。还有一句话叫邪不压正，但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生生这种善良被邪恶所绑架。为什么呀？因为善良的人没有底线吗？死要面子吗？就活受罪吗？而恰恰你碰上一个是根本就不想要脸面的人嘛。你一个特别想要脸面的人碰上一个特别不想要脸面的人，那你们之间的互动可不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吗？穿上吧，不穿，拿我怎么地？不光丢我的脸，还丢你的脸。哎呀，你穿上吧，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呐，不就是这么个事儿吗？你一次次的去感化对方，来捍卫自己的家庭。当你第一次做、第二次做的时候，你的周龄40在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会这样说：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但是，当3次、4次之后，你猜人家会怎么看？你跟她是一伙的，你在为邪恶做售后服务，人家不会认为你是在要感化对方，人家会认为你就是纵容邪恶，他就是你纵出来的。
我不是说女人在采取捍卫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一定是要吵，一定是要闹，一定要是搞得鸡飞狗跳的。你的这种方式在第一次的时候，我认为是可取的，但看对什么样的人呢？对支持的人是有用的，对不支持的人只能是纵容无耻。所以说没什么别的好说的了，是吧？他不要尊严，你带着你的尊严走。千万别让孩子也被他所影响。这事儿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这个时候面子其实早就一文不值了。你只要带着你的尊严开始新的生活，就这样。就别再出来了吧，出来就遭恨了，大姐，啊，想好是吧？回家慢慢来，把生意做起来，该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啊，复婚的事儿再说吧，没什么好说的了。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虽然在座的嘉宾给你了这些意见，我还想请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把这个家庭复合起来。我不知道能不能原谅你，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原谅你。真的，这一次我真的知道错了，原谅我吧，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马丁刚才说了一句话哈，别在这节目走了，在生活里又反复，我就给您提一个要求，您可千万别出来，就当给我们这节目一面子。对不住了啊，我是害怕他要出来了，你们拿走那些奖品，电视机前观众骂我们，对不住两位啊，两位请回，谢谢谢谢。哎，就这还有可能出呢。来，请关门。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一看这位大姐自己的选择。5、4、3、2、1，5、4、3、2、1，请开门。哼。起来吧。来，别让我在湘潭看到。想清楚了啊！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为了孩子。哎，别拿孩子。最后一次吗？嗨，大哥，当然这个结果肯定是你希望的，对不对？对。但你听我说啊，你要真想悔改，你不应该着急复婚。你要这样，全国人民觉得你是一个能悔改的好男人，你走，你能做到吗？你走。那他你说我不配做不到，今天我现在不配，等我做好了，我上门登门，再把你娶回来，你能做到吗？别较劲了，生活就是这样的，你气死也没用。